안녕하세요，唐文입니다。晚秋这样的，然后再有分手决心的，都挺那个苦哈哈的啊，不如就北京遇上西雅图吧，那个比较轻松，是一个是一个都市的，然后轻松的偏喜剧型一点的，是我的作品里面我妈妈说很像我的性格的，比较活泛吧。因为都是我从小到大喜欢的电影，我在小小的屏幕上也看过，在大大的屏幕上我也看过，我觉得是我自己喜欢的。我会第一部想到的是我最小的时候喜欢的电影叫《海的女儿》，大海的女儿，它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们的造型，然后他们的那种与观众的设定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海的女儿在她15岁的生日吧，然后那个有一个就舞会，他们的整个家族穿着一袭灰色的长袍，然后呢每个人头上都是那种珊瑚枝，然后呢在音乐声中是悬崖峭壁上都是各种海螺啊什么的，他们奏乐中，然后一行人就如同他们在模拟在水中跑步的感觉，是很轻盈的，这么从台阶上跑下来，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脚，但是我看的时候我没有认为他们就不是人鱼，这是一种很神奇的，就是与观众的这种怎么说呢，就设定。之后当然也有很多的人鱼的故事的版本，但可能都没有超越这个小时候第一次看的这个版本过，所以这是我推荐的第一部电影。Spring in Small Town， 1948年的，是非常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电影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。然后他的导演叫费穆，那种细腻的感情的描写，那种站在城头上，风吹过的，就反正描写的非常细腻，情感。而且在那个年代，我觉得真的很惊讶，就是搁在现在看来也是，很棒的一部电影。好，下一部可能我现在脑子里出来就是《美丽人生》了，那种乐观的、积极的那种精神和两位主演他们的表演，真的是让人永远难忘的。这其实是后来的，对，我在学校上学，大学的时候，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了。他是 Ingmar Bergman， 他的一部电影叫《穿越黑暗的玻璃》。其实这部电影我记得是我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在就刚毕业那会儿在拍摄，我记得是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在酒店房间里看的一部电影。那是我第一次看 Ingmar Bergman 的电影，好像不是第一次看他电影，是不知道是第几部了。但那部电影看完以后，我当时就有什么东西就是一下子好像穿透了我心里的一些疑问，而且是一个我自己都不曾知道的疑问，他直接先给了我答案。但你要问我是什么问题和什么答案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。但我只记得那个时候，因为看完这部电影也是生平第一次写了好几页纸的影评，就是想写，一直写那样。就也是很意外收到了IU 的邀请，因为我们之前虽然是见过，但并没有说聊很多。第一次是在青龙奖，那第二次是在影评人奖。然后因为我很早以前也是经别人介绍，然后看了他的一部电视剧叫《我的大叔》。那部电视剧以后，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姑娘，而且也在网上 search 了很多有关她的
她的音乐，她的个人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才华，也很有个性，很有自己世界的一个女孩子，笑起来特别的灿烂，然后呢，做事情的时候认真起来又特别的有魅力那种。其实拍摄前的准备，可能就是在看那个，因为他有发过来他的那首歌，主要是歌词，或者是它的内容，我看了好久都没有看明白是什么，真的是就是很跟电影啊、戏剧很不一样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到了现场以后，当然就明白了，因为真的是他自己写的词，是他的一个世界的东西。对了，其实我记得在开始拍摄之前，我先是我去跟他 say hi， 没有，我一到化妆间，应该说我一到化妆间，我就收到了一份他的礼物，然后是一件很温暖的毛衣，然后和一条围巾，因为那一阵子首尔最冷的一天，所以那份礼物特别的温暖，还有一张很用心的小卡片。也没有什么情感旅程，其实就是在那里等待拍摄的时候，看着IU坐那里，突然之间一个恍惚，就感觉想起了自己的妈妈，因为我妈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越剧演员，越剧的越是浙江的越剧演员。然后听说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可多人追求了，很美，我都能想象那个时候的她是如何的光彩夺目。但是呢，当我真的看到坐在面前那个在 MV 中饰演我妈妈的年轻的这个女子，我突然之间就把我的妈妈带入到了她的身上，就在想对以前我的妈妈也有那么细腻的白白的皮肤，然后也是这样短短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甜甜的笑容，然后呢轻盈，然后苗条的身材，这些都是我妈妈有的。她也会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，她唱起歌来非常的好听，身段也特别的优雅，就一瞬间就各种的想象，特别的感动。也是 IU 的这首 MV 拍摄，才给予我这样一种，好像那一瞬间走进了年轻的我妈妈的感觉。因为那是一个比现在的我年龄还要小的我妈妈，那个感觉真的很奇妙。其实没有标准，是看到那个剧本或者角色的一瞬间，就是觉得哇，我想演，哇，有意思，哇，这位导演或者演员，我挺想合作，其实就是这样。当然，现在也更加的希望，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去选择，原因是，希望能够把力气攒得大大的，然后呢，专注的投入到一个角色里面去。不知道，其实在说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这个翻译的，或者说翻译出版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情，但因为很爱这部电影，也很爱剧中的角色。当时还有一个想法是，因为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已经真的用了95%的力气在学习韩语，和在确认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句子的意思。然后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会想继续把这个事情完成。
我也想把最准确的意思传达给中国的观众，因为我相信我会是最用心和认真，也是在中文人里面最了解这个剧本的那个人吧。对，所以这本书我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在香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帮我们，像 Bill Kong，Doris， 还有很多的同事，真的是他们就说：“天哪，你们做这本书的宣传比做电影的宣传还要卖力。”大部分的时候，我是很专注在翻译，还有翻译上每一个字、每一句话，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是否正确，符合要发行地区的理解，他们的语言、生活习惯，然后再有我们很多时候也还有在设计书本身的时候，什么纸张的选择。然后封面，这书的厚薄里面要怎么样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对这本书感兴趣，或者我能再多做一点什么？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focus 在这些方面的。所以，而瑞来和海俊的故事没有太到脑海中来。海俊在海边跑的那场，最后片尾这场，他夕阳西下，波涛汹涌，他疯狂的在瑞来消失那个地方，踩在海水中奔跑，呼喊，近乎绝望，那一场，就是在这部电影之后，和韩国团队。然后也有美国的团队，我好像是其中唯一说中文的，所以在那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信心和其他的外国电影、外国制作来继续合作。他是给我打了一个底，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拍摄。对，我们也是第一部，有非中文语言的，对，不是，好像也有，就是外国电影吧，这是第一部。真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很幸运，我记得那个冬天，就像我前2天的白想上说的，那是一个暖冬，他们都说那一年的樱花开得特别早。他们也说西雅图会有雾，我说好像总是阳光灿烂的，所以还给他们拍摄，没有那么阴霾的气氛，而且拍摄的过程，有一些艰辛，但是最后的成果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好，也很愉快。百里。他是一个 fund manager， 在现实生活中，那因为生病，重病，所以在临走之前，他就不想让他的女儿知道嘛，知道他快要死了，同时也能够想办法去照顾他妈妈，帮他妈妈分点家里的事务啊，照顾孩子啊，所以他就委托了这个 Wonderland Service 来重塑了一个 AI 的百里。其实故事开始就是这样的。最幸福，可能我会想起来有个瞬间，我特别的开心，就是看到孩子在我们休息车上。它是一个有上层有一张小床那种，他会趴在那个床上就这么看着我，我在底下看着他。对，因为
这部电影是等于说我孩子等于爸爸妈妈，他们同时都在外面工作，就有那一段日子，其实孩子很辛苦，所以他到现场来的时候，我特别的放心，就能感觉到他那份超级开心的那种雀跃吧，他的雀跃，所以我也感觉很幸福。哦，对，我刚刚想到，其实因为在家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小小的屏幕看嘛，或者 iPad。就前一阵子，我的医生还跟我说，他就是我们家里的医生会说啊，真的，你们不要再用小屏幕看，要用大大的屏幕去看，看所有的你们需要的事情，你们需要的东西，这样对身体比较好。所以我刚刚就说啊，大屏幕真的确实比小屏幕要好多了，而且确实在大屏幕里刚刚看到了一些我在小屏幕里看不到的细节。特别的想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电影的人，然后喜欢我们角色的观众，还有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每一位支持我的观众，对，非常的感谢。